他明明是海军的英雄，却被要求穿上重达200公斤的潜水服，在法庭上进行表演。而表演的方式也很奇葩，那就是独立行走完12步。这看似很简单，可男人只有一条腿，是为了救白人战友而失去的。面对法官提出的要求，他很无奈，谁叫自己是一个黑人呢？男人穿好潜水服，可当士兵准备将他扶起来时，却被法官再次为难。本来依照规定，潜水员从坐姿到起身是要被扶起来的，因为这个过程要举起整个潜水服的重量。可法官竟然自作主张改变规则，男人无奈只能妥协。所有人都紧张地看着他，即使是正常人都难以做到。他使出了全身的力量，才艰难地站了起来。就是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动作，就几乎消耗了他近一半的体力。随后，男人要按照规定独自走完12步。他每迈出1步都能发出沉重的脚步声，仅仅是走了3步，男人就快喘不过气来了。5步之后，他的假肢已经发出了碎裂声，第8步假肢已经完全断裂了。法官嘲笑他已经不行了。此时的男人就连眼泪都不自主地流了出来。士官长不断地激励着他，在信念的支撑下，男人拖着残肢迈出了第9步，后面的每一步都像是扛着巨石一般。Now you report to this line, Cookie. 他最终完成了法官的要求，站到了士官长面前，而他这么做的目的，只是为了重新回到部队做潜水员，这是他毕生的追求。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首席士官长，还是第一个负伤后继续回来服役的海军。就是他的故事支撑我偿还完了8年的贷款。在50年代的美国，黑人只配从事最低贱的职业。卡尔就出生在那样的一个时代，父亲是一个只能耕地的农民，就连这块地都不是自己的，他们没有权利拥有土地。但即使自己每天磨破了手，也要让孩子去上学。他不想卡尔以后跟自己一样，只能一辈子给别人耕地，希望他能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上。而从小就擅长水性的卡尔，成功的通过了海军考核。在临行前，父亲只是叮嘱他永远不要再回来了，却没想到这一别竟真的成了永别。他把家里唯一的电器，一台拼接的录音机交给了儿子，把对他的希望都写在了上面。可当卡尔来到部队，这里和他想的完全不一样。黑人一样只能在最底层做着打杂的活，给白人战友服务，连同伴都嘲笑他。一个黑人还妄想在白人的脚下出人头地。在炎热的3伏天，白人每天都可以游泳，但黑人只有星期二才能游1天。看到同伴们都墨守成规，接受这样不公正的命运，卡尔当即脱下鞋子准备下水游泳。同伴见状连忙阻止他。Niggas, you crazy. Tuesday is colorsome call on Well, this boat. I'm hot on Friday. 就这样，卡尔不顾白人的阻拦，毅然决然地跳下了水。长官看到后，立马命令水性最好的士兵将他抓回来。但卡尔就是上天派来打破规则的，他直接忽视长官的命令，朝海上的浮标游去。白人士兵被他远远地甩在身后，黑人同伴也为他欢呼。虽然卡尔最终赢了，可也避免不了被关禁闭，但他的行为却赢得了舰长的青睐。第一次见到这么有种的黑人，他从伙夫变成了救生员，并被提升为了上等兵。这天，卡尔像往常一样准备出勤，舰体却突然发生剧烈的晃动。他连忙出门查看，原来是一架飞机坠毁了。潜水员正在紧张地进行救援工作，很快飞行员就被打捞了上来。这也是卡尔第一次见到了潜水员，那宛如救世主般的形象，深深地烙印在了他心里。里面的人是一位首席士官长，而这个职位也成了卡尔毕生追求的目标。打捞任务还在进行，就在另一位潜水员下去救援的时候，缆绳却出现了问题，因为承受不了重量，潜水员直接掉了下去。见状，中尉命令待命潜水员下去营救，可要等他穿好装备就来不及了。这时士官长也跑了回来，见到自己的下属出事了，他当即决定快速潜水进行救援。 Make it. He's too deep already, and you will call me sir, God damn it, sailor. I got a man down there, sir! 这也是卡尔第一次见到士官长，中尉对于他的行为很生气。 I will take you to captain's mast, and you will lose if you touch that water. Do you hear me? Yes, sir! 虽然人事就上来了，但医生却告诉了士官长一个噩耗，这次救援让他的肺部严重受损，以后很有可能再也不能潜水了。他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自己做了半辈子的潜水员了，在医院疯狂地砸着东西。当他出院后，还被中尉告了，不仅剥夺了潜水资格，还从光荣的首席士官长变成了潜水员教官。而另一边的卡尔却来到了舰长这里，向他提出要去潜水学院。 I just made you a deck seaman 3 days ago. What else do I owe you? I owe you, sir. 最终舰长答应了他的请求，于是卡尔成为了第一个进入这里的黑人学员。他第一天来到潜水学院报道，门卫就一脸疑惑地看着他，他不敢相信有黑人学员能进来这里，即使有报道证，他也让卡尔在门外等着。当士官长开车来到这里，也嘲笑他只是一个厨子，一个厨子跑来这里能干什么？随后扬长而去。到了下午回来，他看到卡尔还站在这里，无奈只能让门卫放他进去。可等他一进来，就看到了这里的残酷。白人学员一见到卡尔，就朝他吐了一口唾沫。等卡尔来到宿舍，所有的人都疑惑地看着他，都不敢相信一个黑人能来到这里。当教官进来介绍卡尔时，没有人为他鼓掌欢迎。 But I don't bunk with niggas. 随后，所有的人都跟着离开了，最后只留下了一个人。虽然是白人，但他也总是被欺负，所以很能理解卡尔。到了晚上睡觉时，突然一瓢冷水就浇到了卡尔身上，
还不等他反应，就被士官长拉到了外面。他用高压水枪把卡尔冲倒在地，紧接着又把他按到水缸里折磨他，就是想让他知难而退。但卡尔不会放弃的。他第一天来到潜水学院，晚上就被士官长一瓢冷水泼醒，只是为了叫他起床训练。卡尔刚一出门，士官长的高压水枪就冲了过来。这便是潜水学院对黑人学员的特殊照顾。还不等他反应过来，又被士官长拉到了水桶旁，被他一头就按进了水里。一边折磨他，还要一边侮辱他，目的就是要让卡尔自己退学，因为他是第一个来到这里的黑人学员。但就是这样的遭遇，让卡尔后来成为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首席士官长。当然，现在的卡尔还只是一个新兵，这里的问候方式也不一般，他们被士官长亲切地称为童子军。他告诉菜鸟们，只有1/4的人能从这里毕业，而能够毕业的只有3个人，兴许能活到退休，因为潜水是海军最危险的任务。说着，他就把潜水服的腰带一把塞进了一个新兵的怀里，随后又直接把他推入水中。 If Johnny fucking Weissmuller were in the suit wearing a 200-pound Mark V diving rig, he couldn't swim to fuck Esther Williams if she was 3 feet in front of him, buck naked. 在这里，他要给菜鸟们上第一课，那就是队友之间的信赖。这个士兵简历上写着能憋气4分钟，但他不到2分钟就上来了，很有可能因为他的撒谎、虚报自己的实际能力而连累整个队伍。教官直接开除了他。卡尔第一次明白了潜水员的意义，果然在一次实践课上就验证了什么才是队友。这天，菜鸟们正在学习水下焊接，可就当进行到一半的时候，船体突然受到水下暗流的影响，发生了巨大颠簸。2个新兵被掀翻在地，其中一个新兵潜水服的气管被死死卡住，这是一个致命的消息，若不及时帮他处理，他很有可能会窒息而亡。教官当即下令队友进行救援，可面对船体的不断颠簸，没见过这种场面的新兵害怕了，他抛弃了队友，自己逃命去了。卡尔当即请求下去救援，他很快就找到了队友。当这个白人士兵看到是一张黑人的脸，无比的惊讶，明明自己平时那么侮辱他，但他还是不顾生命危险来救自己。就在队友快要窒息时，卡尔成功的给他连接好了气管。可到了表彰时，奖章却给了那个临阵脱逃的人，因为在那个时代黑人士兵不配受奖。但被救的那个白人还是给了卡尔一个肯定的眼神。逃跑的白人也知道自己不配拥有这枚奖章，愣在原地羞愧无比。但卡尔不在意这些，可命运的不公又降临到了这个黑人身上。这天他得知了父亲去世的消息，就连最后一面也没见着。他来到酒吧想借酒消愁，但前台看到卡尔是一个黑人，直接拒绝卖他酒。恰巧这时士官长路过，看到卡尔就过来挑衅他。愤怒的卡尔当即就要和他比赛憋气，随后2人戴上了潜水头盔，再将里面灌满水。很快1分钟就过去了，他们还是镇定自如，甚至还用眼神挑衅对方。等到2分多钟的时候，士官长已经感觉有些吃力了。到了第4分钟的时候，很明显士官长已经快要憋不住了，但他又不甘心输给一个黑人学员，直到流出了鼻血。士兵感觉到了不妙，立马停止比赛，给他打开了头盔。这次白人士兵们第一次见识到了卡尔的实力，可他终归是一个黑人。本来以卡尔的成绩想要毕业非常容易，但到了结业考试的时候，司令把士官长叫到一边，命令他不管怎样都要阻止卡尔毕业。面对上级的指示，士官长也只能照做。他来到宿舍劝说卡尔放弃考试，学院是不会让一个黑人从这里毕业的。但卡尔依然坚持要去。气疯了的士官长直接砸碎了父亲送给他的录音机，警告他不要来参加考试。虽然卡尔很愤怒，却也无可奈何，那就只能用实力来证明自己。到了考试的时候，卡尔还是来了。士官长也早就猜到他不会放弃的，可到了下水作业的时候，他救命人割破了卡尔的工具包，零件全都洒了出来，就是要让他知难而退。看到这一幕，卡尔知道他们是故意的，但他想要毕业的信念是不会被阻挠的。2个小时之后，第一个完成组装的学员上来了，寒冷刺骨的海水冻得他直哆嗦，按他的说法就是比含着冰块都冷。而此时的卡尔还在不断的寻找着散落的零件，紧接着不断的有人上来，但迟迟都没有看见卡尔的身影。到了晚上，其他人都已经完成了考试，只有卡尔还在下面坚持着。冰冷的海水让他的手不自主的抖动，完全没有了知觉，只是在单纯的凭借意志去操作。此刻距卡尔下水已经过去了9个小时，而司令却突然打来电话，告诉士官长，在他冻死之前不要让他上来。士官长只好劝说卡尔放弃。 Give it up, Cookie. My name is Boatswain, second class. Call for ship. I am a Navy diver. 这一刻，他赢得了所有人的尊敬。士官长看了看水下，又看了看司令，决定不再听他的，立马命人把卡尔拉上来。曾经侮辱过他的白人士兵都跑了过去。司令看到后大声呵斥他们，并用士官长的前途威胁他。但这一次他不再妥协。当绳子被拉上来时，已经是一个组装好了的零件，所有人都震惊了。紧接着卡尔也被拉了上来。士官长打心底的认可了卡尔，这一刻不再有种族歧视，有的只是对这个黑人士兵的敬佩，没有什么能阻止卡尔毕业的决心。第2天，卡尔回来收拾东西时，看到那台被士官长摔碎的录音机已经修好了。另一边的士官长因为违抗命令，也被降级调差了。多年以后，卡尔已经是一个优秀的潜水员了。看到电视上的他，士官长很欣慰。You made it. 这次卡尔要执行一个打捞核弹的任务，
这种级别的任务也只有他能胜任了。虽然被他成功找到，却没想老天再次给他开了一个玩笑。他突然意识到，一场灾难即将降临。等卡尔回过神来，自己已经失去了一条腿，这对于潜水员来说就是一个致命的打击。虽然医生给他把腿及时接上了，但以后也只能拄着拐杖生活了。卡尔不愿意相信这一切，他最关心的就是自己还能不能潜水。长官们都劝说他光荣退休，可卡尔不愿意回去像父亲一样，一辈子只能给别人耕田。在美国，黑人很难出人头地，他付出了多少的艰辛，才有了如今的成就。卡尔决定要截肢，然后安上假肢，重新回到部队，成为海军史上第一位黑人首席士官长。即使妻子极力的劝阻他，他也毅然决然的截掉的小腿，并在士官长的帮助下，胁迫汉克上校为他举行医疗评估会，评定他是否能重回岗位。上校虽然答应了他，却增加了一个条件：如果卡尔没通过评定，那么士官长和他都得退休回家。就这样，两人开始为评估会做起了准备，要让卡尔在2周之内快速适应假肢。在士官长的帮助下，卡尔突飞猛进，很快评估会就开始了。所有人都期待的看着卡尔，却没想到上校命人搬来了最新款的潜水服，它重达200公斤，而卡尔想要回到潜水员的岗位，就要穿着它独立行走完12步。这即使是正常人都难以办到，但卡尔是不会放弃的。士官长为他穿好了潜水服，在他戴上头盔的那一刻，他就已经赢了。Baby diver, stand up. Wear that rig and approach the rail.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God damn it, Cookie. Move your ass. I want my 12. 9. The Navy diver is not a fighting man. He is a salvage expert. 10. If it's lost underwater, he finds it. If it's sunk, he brings it up. If it's in the way, he moves it. 11. If he's lucky, he will die young 200 feet beneath the waves. Well, that is the closest he will ever get to being a hero. Hell, I don't know why anybody'd want to be a Navy diver. Now you report to this line, Cookie. At ease. The United States Navy proudly reinstates Senior Chief and Diver Carl Brashear to full active duty.